处事情即清心寡欲，淡泊名利，放得下，看得透，是清净心，也是光明洁净的道心、本心、赤子之心。世尊告诉同分，修道人要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。现在的时代环境都不一样了，现在的人类是处于三期末节的时代，要修道，要修行，不能归隐山林，远离人群社会，一定要入世，尤其是天地教的同分。我们肩负了2大时代使命，一定要为天下苍生着想，即不为自己打算，不求个人福报的襟怀与承担。所以我们要不离人间社会，更要深入人群。所以天地教的教院、教堂都是怎么样设在都会区繁华热闹的市区内。世尊又告诉同分，我们虽然入世行道但呢心要出世。所谓人在俗世红尘要载尘而不染尘。这整个红尘是一大火坑就如萧师公所说的人间火灾。这个大的融化炉，任何人掉下去了都难以自拔。但是呢，只要同分人有信心、恒心、诚心、诚心，坚持的怎么样去做5门功课，自然会突破障碍，而能怎么样自然而然的以平常心，不为红尘手染。人虽入世，心却出尘，坦然怎么样面对一切世俗的人事物了。入世的处世心是什么心呢？诚如孔子赞美颜回说：现在回也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堪其乐。现在回也。颜回家里很贫穷居在贫民窟，但是呢，绝不怨天尤人，而且怎么样，安之若素，过得舒坦而心情愉悦。孔子又对颜回说：回来，你家里很贫穷，为什么不去做官呢？颜回对曰：不愿仕。回有国外之田50亩，足以给甘州；国内之田50亩，足以为司马；古琴足以治愈，所学夫子之道，足以治乐也。回不愿仕。
孔子究然辩咏曰：“善哉，回之矣，求闻之。知足者，不以利自锐也；审自得者，失之而不惧。行修于内者，无畏而不作。”孔子啊，见颜回家里很穷啊，就表示以颜回的学问、德性，可以怎么样谋得一官半职，也可以改善目前的穷困。然而颜回却拒绝说，自己在城外有50亩地，可以种稻子，收成后至少可以怎么样煮厚一些的稀饭。诚如城内有10亩地，可以种麻，收成后可以织成布，做衣服。平常闲暇可以弹琴，娱乐心情，跟老师学6艺，生活写意而愉悦，不愿去做官。如此，孔子感叹而赞美地说：“知足的人，不因为利禄而劳苦自己；心意自得的人，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也不恐惧；修养内心的人，没有功名爵位，也不会感到羞愧。”民国23年初天，师尊被派往大西北西安弘教，萧师公正述于以状形色说：“夫大仁者，若山；大智若水。山可以纳存物而藏福报，因其默默无声无秀而已；水可以聚而藏金泥，因其荡荡能容能平而已。”所以说，仁者若山，智者若水，圣人之道，若山若水；无之道，亦若山若水耳。在公而不居公，在民而不居民，在道而不居道，在公而不居公，公臣；在民而不居民，民臣；在道而不居道，道臣。此乃防身立命之法，急流失退，公则不愧，民则者，故如是也。天地鬼神，世俗环境，其奈我何？天地坏而我在，江海竭而我存。如是者，则可以跳出五行，逃出环境，此乃大智慧、大丈夫为人之道也，急出勉之。宗主主要是勉励师尊，
作为导师，为人师表，要有恢宏的气度与心胸，能像大山广纳百兽，又如大海使诸般鱼类悠悠而相融，不居功，不居名，不居道，就是淡泊寡欲。我之心出于世，虽社会环境险恶，诸多牛鬼蛇神乱道，忧其奈我何呢？再举成功企业家的例子，如运泰集团总裁尹衍梁。尹衍梁大学毕业2年，他父亲尹书田的好友郑先生，突然有一天带他到五月花酒家见世面。尹衍梁见众多漂亮小姐向他靠近，有的甚至直接送上香吻，让他大感不可思议，更觉得场面有趣新鲜，不由得眼花缭乱，心花怒放。尹书田透过友人，要让尹衍梁明白2件事：第一，永远不要赌博，就算你拥有亿万家财，到明天也可能一无所有。第二，那些小姐她们不是真的喜欢你，她们爱的是钱。你如果笨到被女人骗，那是活该。尹书田经商多年，通情达理，如此震撼式洗礼，让尹衍梁明白社会真面目。原来美丽的事物背后其实是虚假的，要小心谨慎，明辨是非，免得沉溺于五光十色的社会大染缸中而不自知。在尹衍梁退伍后，尹书田给了尹衍梁1万美金支票和单程去意大利的机票，要他去环游世界。尹衍梁的世界之旅从意大利开始。为了省钱呢，他采取自助式的旅行模式，搭最便宜的交通工具，吃平价餐厅，睡廉价旅馆，甚至火车站都有他过夜的身影，彻底体验基层人生的平凡生活。有时进入治安不好的地区，他还得把支票藏在内衣裤里，就怕被扒手盯上。尹衍梁前后流浪了半年，从欧洲到中南美洲，再到美国，接触当地三教九流人物，
实际生活在各种不同的世界，每天都充满着冒险，随时都有新鲜事等着他去发现、去体验。最后，他回到台湾，身上只剩下50块美金。回到家后，尹书田告诉他：“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。你已经游历世界了，从明天起，好好开始工作吧。”对于养儿育女，尹养良也采取若要儿女安，须带3分饥与寒的教育方式，不像其他企业老板选择让自己的子女到贵族学校，尹衍良反倒让孩子就读一般的公立学校，并且没有司机交车的接送，得自行搭公车到学校。即使长大后，也只有机车代步，丝毫没有富贵家庭的养尊处优、娇生惯养的保护心态。尹衍良经营运泰集团，被外界誉为成功的企业家，固然是受其父亲尹书田的调教，更多的是个人的经营长才与处事的心态。他评论自己：凡事都是如同站在海边，仔细观察潮起与潮落的观潮人，而不是在海里或红尘的染缸中随波逐流，随世俗浮沉。诚如师尊所说，做人要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有所为就是要有定见，选定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坚持的做下去。有所不为，就是要有原则，不随世俗浮沉，不随波逐流，也就是所谓的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。谢谢大家。